订婚晚宴上，男友用法语公布他心里的新娘不是我，而是顾惜柔的婚讯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我全部都能听懂。为了更加了解和融入他的圈子，我早已精通4门外语。他和顾惜柔本想看我的笑话，但我凭一口流利的法语震惊四座，惊艳众人，并在他震惊的目光下提出了分手。他以为我过不了几天就会回头求他复合。在我挽着他上司出席公司年会的时候，他彻底失态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订婚晚宴上亲朋满座，男友谭玉成兴致勃勃地跟他的朋友们谈天论地，讲述的全都是我没涉及过的话题，我完全插不上嘴，只能干坐在一旁，如同摆设一样默默吃着菜。他其中一个朋友举着酒杯向他敬酒：“谭哥，你这真要结婚了？”哥几个还有点不太相信啊。谭玉成回敬，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：“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娶她，这只不过是走个过场，你们还当真了？我就说嘛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还是更看好你跟惜柔，还是你们俩比较般配。”那朋友一副了然的样子，范惜柔面上一红，含情脉脉地看向谭玉成：“哎呀，这好歹也是人家的订婚宴，你们别乱说。”谭玉成挑了挑眉，没有说话。那人又追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又是何必呢？为什么不直接把他甩了，跟惜柔在一起呢？惜柔苦等了你这么久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”范惜柔适时露出苦涩的神情，低垂着眼。谭玉成看在眼里，连忙解释：“他的家世对我还是有些助力的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他在一起。惜柔太好了，我配不上。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？”听到谭玉成夸自己，范惜柔窃喜的表情就快要藏不住了。他们的交谈全程用的都是法语。谭玉成以为我听不懂，他一定没想到，我为了更加了解和融入他们的圈子，早已精通4门外语，包括法语。看着他们在饭桌上眉来眼去，我对于订婚的喜悦全都荡然无存了。我没有直接戳破，还想看看谭玉成到底能做到哪一步。谭玉成偏过头：“宝贝，我们讲的你都听不懂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无聊啊？以往我会觉得他这是在关心我，可现在不同了，他根本就是在嘲讽我。”我冷下脸：“你还知道问我呀？你们说的何止是有点无聊，简直是无聊透顶。”甩下这一句话，我就离了席，走到外面来想透透气。我跟谭玉成在一起已经4年之久了，当初是我追的他，但他对我的好早已让我忽略了这一点。他总是那么无微不至，记得我的喜好，记得我的习惯，哪怕是我随口的一句话，他也会放在心上，会因为一句“我想你了”就不分昼夜跑来见我，紧紧抱住我说他也很想我，以后的每一天都会陪在我身边。可今天他却说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的家世，是他变了，还是他演得太真？我分不清，摇晃了下手里的酒杯，仰起头将酒一饮而尽。我酒量不好，每次这种场合，谭玉成都会夺过我的酒杯，不让我喝太多。不过现在他是顾不上这些了。夜晚凉风阵阵，我穿的无袖晚礼服显得有些单薄，冷得打了个哆嗦。“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跟我进去。”转头一看，是谭玉成来了，我连忙抹去眼角的泪水。谭玉成以为我是因为被冷落了，所以闹脾气，追出来拉着我往回走。这又是他故作深情的表演吗？放手！我甩开他的手。谭玉成皱着眉头，将不耐烦都写在了脸上。“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，你非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胡闹吗？你听不懂法语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大喜的日子，
你就不能多理解我一些吗？终于装不下去了，我冷笑，我就想出来透透气，碍着你什么事了？你继续喝你的喽，我看你开心得很，怎么好意思在里面打扰你？你差不多行了，甩脸子也别在今天吧，跟我回去。谭玉成又要过来拉我，但被我躲开，别碰我。芳泽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别生气了，里面那么多人都等着你呢。这时候闹大小姐，脾气可不好。范希柔又来装好人了，她穿的也没比我多多少，抱住了双臂。谭玉成很快注意到了，脱下西装外套披在她身上，动作无比自然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外面冷，小心感冒。谭玉成的手碰到了范希柔裸露的肩膀，他含羞带怯：“谢谢玉成哥，我担心你们，所以出来看看。其实我也很冷。”不知道谭玉成是没看见，还是说看见了，根本就不在意。我皮笑肉不笑，没什么大事，你们不用管我。晚宴上有希柔妹妹就足够了，我妈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。芳泽姐，这是从何说起啊？这是你的订婚宴，又不是我的。范希柔一副无辜听不懂的样子。你当众驳了玉成哥的面子，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台。现在他都来哄你了，你再生气可就伤感情了。说的确实很有道理，可他有什么资格和立场来教训我？我今天的委屈不也有他的一份吗？连希柔都懂的道理，你却不明白吗？快跟我回去！谭玉成拽着我进去了，我的手被他拽得生疼，红了一大圈。他拉着我坐在原来的位置上。那些朋友看我来了，眼神充满不屑。嫂子好大的气性啊，自己听不懂法语，跟我们沟通有障碍，却把气撒在我们谭哥头上。大小姐就是大小姐，脾气就是比我们普通人大呀。他那些朋友都是跟他一样的高材生，觉得我这种家庭条件好的都是靠家里，论能力一定比不过他们，所以对我一直都是瞧不起的。谭玉成始终没为我说一句话，而是顾着给范希柔夹菜，还有说有笑的。他只是需要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而不是需要我。范希柔忽然站起来往台上走，今天可是个隆重的日子，我给大家活跃一下气氛，唱首我最拿手的歌送给大家。她穿着长拖尾的白色小洋裙，谭玉成贴心地给她整理了下裙摆，站在一边，像个守护公主的骑士。说完，范希柔自顾自拿起话筒开始唱歌，含情脉脉地望着台下的谭玉成。他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更衬得一张脸娇俏动人。谭玉成宠溺地看着他，眼睛一眨不眨。这首歌谭玉成很喜欢，一直用作手机铃声，没有换过。是范希柔投其所好，还是谭玉成原本就是因为他才喜欢这首歌？他们无所顾忌的对望，好像完全忘了其他人的存在。我的存在更是一个笑话。我端起酒杯，再次一饮而尽。为我挡酒的人早就把目光投向别人了。一曲唱完，谭玉成带头鼓掌，周围掌声四起。他的朋友也都在称赞，唱得真好听。我记得谭哥可是最喜欢这首歌了。希柔真是有心了，订婚晚宴上的风头可谓是全被他抢光了。范希柔傻笑着，跌跌撞撞走下台。玉成哥哥，我唱的好听吗？谭玉成扶着他，拉紧他肩上的外套。好听。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，但还是清楚地听见了这刺耳的对话。晚宴结束时，我已经喝了不少酒，按理说早就该醉了，但在最想醉的时候，偏偏是清醒的。我的胃有些承受不住，因为酒精的刺激开始灼痛起来。我下意识想去依赖谭玉成，转过头却不见他的身影，心里某些地方缺了一块，一阵失落。背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，
我以为谭玉成注意到了我的不适，连忙抓住他的手臂，想靠一下。方泽，你打车回去吧，西柔喝醉了，我得送她回去。谭玉成没有看我，搂着范西柔，范西柔靠在他胸膛上，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。可是我也喝醉了，他难道一点都察觉不到吗？为什么非得你来送？你那些朋友不能送他吗？谭玉成的注意力全在怀里的范西柔身上，别人送我不放心，他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特殊情况你就别闹脾气了行吗？那你就放心我一个人回去吗？泪水不争气地流下来，滴在他的手背上。谭玉成敷衍地分给我一个眼神，你这不是很清醒吗？一个人回去有什么问题？很显然，在我们两个人之间，他选择了范西柔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我松开了手，任由他搂着范西柔逐渐走远。一个人回到家，我胃里难受，到厕所吐了好几趟，彻底睡不着了。一晚上他都没有回来。当时谭玉成在他公司附近租了这个房子，让我也搬了进来。现在他心里住进了别的人，我想我该走了。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在一个盒子里找到了我们曾经拍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我们无比亲密。可现在我已经快要不认识谭玉成了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他呢？我看着照片怔愣了许久，直到谭玉成回来，看到了地上的行李箱。你要出去旅游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告诉他有什么用？如果他关心，早就应该发现我的不对劲了。我一把揉碎了手里的相片，拉上行李箱往外走。谭玉成拉住了我，旅游的事情先放一放，过几天有个慈善晚宴，我们公司高层都会参加，你陪我去吧。我已经要走了，本来是不想答应的，但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发现我没办法拒绝。慈善晚宴那天，我穿了一件艳丽的红裙子，妆容也换了，风格大变。谭玉成有些移不开眼，宝贝，你今天好像跟平时不一样了。以前为了贴合他的喜好，我穿的衣服总是浅色系的，其实我真正喜欢的一直都是亮色，只是他一直不知道，他很少这么夸我，我心里还是挺惊喜的。是吗？那你帮我看看挑什么首饰比较好。我转了个圈，把首饰放到耳朵上给他看。谭玉成没仔细看，随意指了其中一套，就这个吧，你快戴上。我们先去接西柔，然后再一起去晚宴。听到范西柔的名字，我瞬间如同被泼了一头冷水，从上到下凉得彻底，刚刚的高兴也被浇灭了。他也要去。谭玉成完全没注意到我的情绪。对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，快点收拾，别让他等久了。果然强扭的瓜是不甜的，不能勉强。接到范西柔的时候，她又穿了件大裙摆的礼服，谭玉成照旧为她整理裙摆。他拉开副驾驶的门，挑衅看着坐在里面的我，不好意思啊，芳泽姐，我晕车，想坐副驾驶，只能委屈你坐后座了。谭玉成没说话，看来也是赞成的。我推开范西柔走下去，路过她的大裙摆时，狠狠踩了一脚。到达晚宴会场时，范西柔走在前面，谭玉成在后面一点给她扯着裙摆。我仿佛是一个人来的。这场慈善晚宴的举办方是法国人，上台发言的人说的大多都是法语。范西柔起哄：“芳泽姐，到时候你代表我们上台吧，你今天穿得这么好看，可不能浪费了呀。”西柔说的对，你上去试试呗，反正以你的家世，就算不会说法语，也没有人敢笑话你的，大不了你就说中文。谭玉成跟着附和，他们两个这是想合伙看我的笑话，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啊！我可不会让他们得逞。行，那我只好献丑了。轮到我上台了，我毫无惧色走上台，拿起话筒。范西柔捂着嘴偷笑，谭玉成看热闹
不嫌事大。我镇定开口，凭借一口流利的法语震惊四座，惊艳众人。主办方还以为我在法国生活过，夸我的法语发音完全没有口音。在谭玉成震惊的目光下，我走下台，淡淡说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对面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朝我轻笑，眼里的赞许不加掩饰。过去的事情早该有个了断了，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视线回到谭玉成脸上，他还沉浸在震惊中，瞪大了眼睛：“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法语？还说得这么流利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的事情已经跟你没关系了，我没必要告诉你这些吧，谭先生。”我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，这称呼让谭玉成瞳孔一缩。别用这么生疏的称呼叫我，我刚刚说分手，你是没听到吗？不这么称呼，那还要怎么称呼？跟别人亲近的人是他，怪我太生疏的也是他。他有这个自相矛盾的功夫，还不如管好自己。分手？你又在跟我闹脾气是吗？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？每次遇到问题，你就只会提分手，你没想过要解决问题，只想着要解决我是吧？谭玉成拽着我的手，好像他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。可我们走到如今，不是他一手造成的吗？现在又是在可惜什么呢？芳泽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自己变好了之后就始乱终弃，抛弃了玉成哥。你这么对他公平吗？我看着范希柔半晌，我们分手，他应该是最高兴的人了吧？你可怜他，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好了。反正婚宴上他不是说过，他心里的新娘子不是我，那就肯定是你了。我怎么能棒打鸳鸯呢？我得成全你们呢。谭玉成呼吸一滞，那天你都听到了，也对，你会说法语，自然也能听得懂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对，我全都听见了。既然跟我在一起这么勉强你，那我们又何必互相折磨？不如就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吧。不行，什么大路朝天各走一边，我不想听。那天我说的只不过是玩笑话，你就当做什么都没听到。那些假话不能当真。谭玉成的解释太过苍白无力了。每次我跟范希柔一起出现，你的注意力永远放在他身上。每次面临他和我的选择时，你也是毫不犹豫地选了他。明明我才是你的女朋友，订婚宴上你亲口说了那些话，我不觉得那是什么玩笑，那恐怕是你的真心话吧。想到婚宴上的场景，我的心还是会隐隐作痛。谭玉成捏着我的双肩，神色激动，别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了。那些话只是说给我那些朋友听的，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就行了吗？我们之间的隔阂太深了，只是我一直装作没有看见。那些伤害也是真实发生的，不可能当作什么都没有，那我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够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掰开谭玉成的手，提着裙子往前走，走就走吧，反正过不了几天你还是会回来求我复合的。谭玉成没留我，他觉得我闹不了几天，脾气就会夹着尾巴乖乖回去了。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我永远不会再回头了。虽然嘴上说的格外洒脱，可4年的感情不是说忘就能忘的。我趴在床上大哭起来，哭声引来了我的姐姐。她推开门进来，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心疼坏了，拍着我的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这是谁让你哭得这么伤心？说出来，姐姐替你教训他，保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是不是谭玉成那个臭小子？我早就说过你们不合适，你不听，还非要嫁给他，现在受罪了吧？”我扑到他怀里，不断抽泣。我跟谭玉成分手了，姐姐，我不想嫁给他了。姐姐笑嘻嘻地摸着我的头，分了是好事儿啊，分得好，姐姐给你介绍更好的人，比他好100倍。
到时候你见了就把那什么谭玉成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我都这样了，你还笑？每次我只要一委屈了，就到姐姐跟前哭，她总是有办法安慰我，逗我开心。我一撒娇，她就什么都答应我了。唯独跟谭玉成在一起，她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是不同意。无论我怎么软磨硬泡，她都没改变想法。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人，一个是我爱的人，我不想让他们有矛盾，盼着他们能握手言和。但姐姐每次见到他，就像猫见到老鼠，这件事也就只能放弃了。姐姐看不惯我跟谭玉成在一起，为此我们难免会吵架。吵得最凶的一次，她说以后就当没有我这个妹妹。后来我为了谭玉成的事情向她服软，求他帮谭玉成介绍人脉，他嘴上说着不答应，背地里还是做了。谭玉成有今天的成就，少不了我和姐姐的助力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把头埋在他怀里。姐，以前都是我太蠢了，让你为我操心了这么多，以后不会了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姐姐刮了刮我的鼻子，不伤心了吧？现在真的什么都听我的。我用力点点头，真的？那好，我这里有个好人选，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。明天约个时间，你去见见。我摸摸鼻子，姐，这个先放在一边。我想跟你学学处理公司的事情，为你和爸妈分担分担。以前我一门心思扑在谭玉成身上，家里的事情几乎都是姐姐在操心。现在我也是时候为他们做些事情了。我们芳泽真是长大了。行，姐姐肯定能把你教好。姐姐一脸欣慰，她本来已经走出去了，又退回来说了一句：明天记得去，我待会儿告诉你时间，不准拒绝。其实我现在没什么心思在感情上，但已经答应了姐姐，也只好去见一见了。我们约在了一家西餐厅，餐厅是我常去的那家。是你？我惊奇地发现，对面的男人就是慈善晚宴上冲我笑的那个人。姐姐说他叫邝明旭。邝明旭替我拉开凳子，示意我坐下。娄小姐似乎对我了解甚少，不过我对于娄小姐的认识倒是不少。上次慈善晚宴，你给我的印象很深，不仅法语流利，人也很漂亮，而且也很果断。当时我跟谭玉成的对话，他应该是听见了，让你看笑话了。邝明旭摇摇头，没，我倒是觉得能这么干脆，很值得欣赏。说话间菜上齐了，一眼望过去都是我喜欢吃的菜，吃菜吧。娄小姐的喜好，姐姐嘱咐过我，我都记得的。邝明旭还挺体贴的。我吃着菜，默默在心里想。吃完饭后，邝明旭送我回到家楼下，刚从他车上下来，我就接到一通电话。接通就听到谭玉成的质问：你在哪儿？你怎么还不回家？回什么家？我一直都在自己家呀。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。之前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？你还在生我的气？谭玉成看我没有想回去的意思，语气有些恼怒了。你现在已经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了，我没什么好生气的。既然决定了要放下，那就没有生气的必要。你就是生气了。你听我说，我跟范希柔真的没有什么，只是我们有共同朋友，所以他们才这么起哄。我已经警告他们了，以后他们不会再乱说话了。我会跟范希柔保持距离的，你原谅我吧。我承认这件事是我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给了他那么多次机会，每一次他都让我很失望，无一例外。谭玉成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是你自己不要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直接把电话挂了。挂断之后，他给我发来好几条解释的信息，我都没有回复。在我死心之后才想起的解释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不一会，他又打来电话，被我挂断之后，不厌其烦，一连打了10几通。被我拉黑之后，换号接着打，我只好接了。
我在你家楼下，下来。下楼后，谭玉成一把攥住我的手。西柔说：“看见你跟一个男的在餐厅吃饭，告诉我那是谁？又是范西柔，还真是哪里都有他。你有什么资格过问我的事情？”我甩开他的手，推开好几步。我们还没有一起照结婚照呢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明天我们就一起去好吗？我一直没说话。要是以前他能这么哄我，我恐怕早就妥协了。可惜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。看着我冷淡的样子，谭玉成意识到了什么。你是真的要跟我分手？一直都是，我从来没把话说得这么绝。谭玉成有些慌了。那家里的东西呢？你还没回去拿？他这是没话找话呢。都不要了，丢掉就行。还有，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了。没了我和姐姐的助力，谭玉成的事业一定会坎坷不少。他自以为的实力，也不过是有靠山而已。接下来，他就会为工作的事情焦头烂额，顾不上再来纠缠我。姐姐教了我很多公司上的事情，刚开始我还不太适应，慢慢的也得心应手了，觉得越来越有趣味，学得挺快啊。有些见解比我都要好了。听到姐姐的夸赞，我开心不已，越学越起劲，沉浸在工作上面，也就无心再去想那些伤心的事情了。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我们家和邝家一直都有合作来往，在姐姐的撮合下，我跟邝明旭也经常见面，一来二去就熟络了。有天姐姐郑重其事地问我：“方泽，家里在商议你跟邝明旭结婚的事情了，而且还是邝明旭先提出来的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“好啊，我同意。邝明旭家世与我相当，门当户对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，要条件有条件，要长相有长相，我没理由不答应。”明确我的心意之后，邝明旭对我更加上心了，婚礼的大事小事他都会亲自过问。过几天就是公司年会了，我准备在年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吧。邝明旭满脸高兴，笑着问我，我点点头答应了他。年会那天，我穿着他给我挑的裙子，挽着他的手进入会场。这条裙子还挺适合我的，我夸道，眼光不错，我很喜欢。邝明旭得意洋洋昂起头，那是，也不看看穿在谁身上，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我突然感到一阵脸热，轻咳了一声。随后我们俩一起上台，他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，并说明了婚礼的日子。全程一直牵着我的手。娄方泽，你要嫁给他，那我呢？谭玉成红着眼大吼。对了，这是他们公司年会，邝明旭是公司总裁，谭玉成的顶头上司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我嫁给谁，跟谁结婚，都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谭玉成不敢相信，冲过来抓着我的手，你不能跟别人结婚，我才应该是你的新郎啊！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只要你说出来，什么都行，只要你肯回心转意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他抓着我的手往他脸上扇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能解气，我绝不还手。回来吧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掰开他的手，一字一顿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。谭玉成看我如此决绝，面容整个扭曲了，推倒话筒，挥舞起拳头往邝明旭脸上打。都是因为他是吗？都是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的。邝明旭弯腰躲开，谭玉成一拳打在了舞台架子上，架子弯曲了，凹进去好大一块。玉成哥，他都忍心抛弃你了，你还管他干什么？这没你说话的份儿，滚开！范希柔上前想扶着他，但被他一把推开。范希柔裙子太长，一下子踩到裙摆，绊倒在地。我在旁边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范希柔气坏了，谭玉成没打到，不肯罢休，又捏起拳头对准邝明旭。我看你能躲我几次？
邝明旭一把拽着他的手臂，把他摔在地上，叫来保安，把他轰了出去。他嘴里一直喊着让我原谅他，我只觉得好笑。那天以后，他就被邝明旭开除了。谭玉成在年会上大闹的事情已经传开了，再加上行业的封杀令，没有公司敢要他，他自诩的高学历起不了任何作用。听说灰溜溜回了乡下老家，范希柔追了上去，两人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。我跟邝明旭的婚礼如期举行，他给了我一个盛大且隆重的婚礼，说要让我做最美的新娘子。过往的阴霾逐渐散开，我想我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